女孩为了搞坏自己名声，竟来到花楼相亲。推开房门的那一刻，就看见一个绝世美男一丝不挂的正在洗澡，这让第一次见赤裸身体的她看得格外入迷。突然，男人转身站了起来，此时她才害羞的捂住眼睛，但还是扛不住美色的诱惑，又缓缓打开手掌。没成想被陆廷霄直接按在了门上。你干嘛？把手拿开！先把你的手放开。只见他的手撑在人家那浑厚饱满的胸肌上，虽然有点不情愿，但还是缓缓地将手放了下来。光顾欣赏美色的他，差点把前来相亲的大事忘了。他居然掏出100两让陆廷霄帮忙演出戏，没成想被陆廷霄一口就给回绝了。女人名叫叶蓉儿，是萧王府的郡主，喜欢行侠仗义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所以如今到了婚嫁的年龄，却无人敢娶。只因她从小就克死父母，又混迹市井多年。这天终于来了个上门愿意和他相亲的公子哥，府中上下为郡主的婚事操碎了心，不管管家怎么撒泼打滚，叶蓉儿本不想理会，但当得知相亲对象是个四处拈花惹草、骗姑娘感情的骗子，为了不让其他姑娘再被骗，叶蓉儿决定亲自去收拾此人。她故意将人约在了教坊司见面，见到相亲对象后，她先将腿放凳子上，不顾及女子形象，再端起碗大口喝酒。屎壳郎不仅不生气，还一顿猛夸，说就喜欢这种豪爽的女人。正当他拿屎壳郎没办法的时候，帅公子终于出来救场，故意怒斥女孩是个薄情之人，昨天还山盟海誓，转头就忘了。喂，哪位啊？男人故意装柔弱，女孩很是满意，拉他到前厅安抚。屎壳郎还没气走，男人不得不下猛药。这些年来，你在教坊司夜夜笙歌，30几位乐伎，谁没有伺候过姑娘？30几？不得不说，30几个男乐伎陪伴过，这演得有些夸张了，女孩都被吓一大跳。可屎壳郎并不在乎，还表示只要成婚之后改过来就行。没想到他们当着屎壳郎，故意装作亲密无间的样子，终于把屎壳郎吓得知难而退。正当郡主为气跑相亲对象高兴时，一道圣旨却打破了宁静。皇上下旨将郡主嫁给尹将军。要知道尹将军可是全京城女人挤破脑袋也想嫁的人，可郡主却不稀罕。她告诉丫鬟自己要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并有了逃跑的想法。管家早料到郡主会来这招，早已在门口布下天罗地网。我等奉管家之命前来保护郡主，顺利出嫁。既然躲不起，那就坦然接受他。很快到了大婚当天，过门槛时差点摔倒，还好被新郎及时扶住。这一举动让郡主有了一丝丝好感，猴急的她忍不住想马上见到新郎的样子，不料被新郎及时阻止。行礼结束回到房中，却迟迟不见新郎的影子。她不耐烦地扯下盖头，跑去找新郎，不料却撞见夫君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。一气之下，带着丫鬟来到平阳，开启了薄情馆，专门给女人办合力争家产。为了赢官司冲业绩，她不惜以身犯险，充当第三者。给我围住！大郎然后再来个捉奸捉双的戏码，就这样给夫人一个完美的配合，这婚不离都不行。不到3个月，叶蓉儿就将薄情馆经营得风生水起，但也搞得整个平阳鸡犬不宁。男子们纷纷找上门，让他们关门滚出平阳。正当郡主不知如何是好时，尹大将军化身为陆廷霄，拿出皇上御赐的折扇，替叶蓉儿解了围，并成为了薄情馆的大股东。叶蓉儿虽然不甘，但男人的身份摆在这儿，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她只能忍，苦活累活都是她干。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追妻还没追到，又多了个情敌。第二天，方会长又来找女孩，陆大人挡在前面，不料人家直接拿出地契，并以房东的名义要搬进来，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这陆大人哪肯啊，说有协议，有地契也不能住进来。可女孩神回复，当初宅子的管家说主人不在平阳，让我先开馆，然后按月交租金即可。有了住进来的理由，陆大人醋意大发，执意不肯。女孩提议那就以男人的方式定输赢。眼见两人就要打起来，被女孩极力阻止，并提议来一场文静又能看出人品的比赛。随着小手一拍，比赛正式开始，那就是酒品见人品。两人不断的叫嚣着，酒一坛接着一坛，人也一个接一个的倒下，打了个平局。苦的却是女孩自己。女孩费用吃奶的力气，将2个大男人扛到床上，便想起了酒后吐真言，问他们自己是不是最美的。方会长说女孩是最美的，陆大人却说女孩太让人操心了。随即醉醺醺的两人互相撕扯起来。女孩见状怕伤及自己离开了，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天突然发现女孩中了情，只要动情就会晕厥，从而产生生命危险。为了女孩的生命安全，陆大人决定上山寻找神医，并把女孩交给情敌照顾。终于找到神医，可神医是个怪老头，成天痴迷制药，要求陆大人以身尝试各种新药，试遍各种毒药，即便疼得他满地打滚，为救心爱之人也必须坚持下去。终于打动了怪老头下山救女孩，可神医却说此毒无人能解。在众人的逼迫下，怪老头说除非找到绝情草方可解毒，只不过绝情草不可能得到，它偏就在毒林的最深处，被各种毒虫毒草还有毒蛇巨蟒盘踞，嘿嘿，你们就别去了，白白大人的事有没有？到了晚上，方会长只身一人，冒着生命危险去找绝情草，而另一边的女孩中毒太深，眼见活不过明天，不愧是
神医的老头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将回魂散转到另一个人身上，替他受苦。你可愿意？愿意。只不过毒一旦转移过来，自己就没几天好活，并要求神医不要告诉女孩，只希望她健康快乐的活着。紧接着就是展现神医技术的时候。第二天早上，女孩终于醒来，看着陆大人脸色苍白，叫来了神医得知真相，表示宁愿自己去死。你们有没有问过我不要他舍生相救，我宁愿自己死。面对女孩的责怪，神医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陆大人醒了过来，他为了陪女孩开心度过剩下的几天，身中剧毒的陆大人也完全挡不住他帅气逼人的模样，来到街上却招来几个花痴女人的嫉妒。大文人竟瘦巴巴的，一点福相都没有，也不知道陆馆长看上他什么了。为了宠溺女孩，他先抱住女孩的头，再将一朵花插在她耳朵上，这是要虐死单身狗的节奏啊！陆大人刚刚离开去给女孩买些吃的，女孩就被黑衣人掳走，他们以女孩的性命做威胁，逼她交出城门的将军令牌。陆馆长，应该叫你尹将军才对。女孩顿时大吃一惊，原来自己心爱之人竟是自己的新婚夫君。今儿我本想跟你说的。王一之不怀好意挑拨离间，女孩根本不会上当，一顿噼里啪啦的输出，给对手来的猝不及防，撒了一波狗粮，触碰到王一之最后的底线，气得陆大人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你也中了计了。你混蛋！谁让你替我做决定？我跟你一起死！少，我要条活下。吃够狗粮的王一之再也忍不住了，拿剑直接架住女孩脖子，顿时陆大人有洪荒之力一般，挣脱捆绑的绳子，怎知中毒的他不是王一之的对手。就凭你。情急时刻，情敌及时出现，并扔给他一把剑，三人你来我往，招招狠辣，从屋内打到屋顶。两个将死之人还敢来送死？送你死！王一之，今天就成全你们。二人飞上屋顶，三人打得不可开交，双方人马也打得难舍难分。虽然二位平日英勇，可现在身体不是最佳状态，几乎只能算个平局。王一之一个飞身刺向情敌手臂。他一把抓住剑，给陆大人机会给对手后背一剑，他们以伤换伤，三人都是强弩之末，但是邪不胜正，一脚将对手踢下屋顶。随后两人一跃而下，情敌忍着疼痛并交给女孩一个盒子。原来他为了救自己，冒着生命危险去找的绝情草，一个身中剧毒，一个全身伤痕。无助的女孩跪求神医救救他们，一个神医两个病人，可把神医忙得不可开交，只能把他们放一张床上，这才有了似曾相识的画面。二人醒来的画面美得不忍直视。还好女孩及时到来，要不然还得闹出点人命。经过检查，情敌伤势痊愈，陆大人有绝情草毒素全部清除，顿时情敌气得想骂街。什么？王法西国夺莲，竟做了这玩意儿！二人即将开战，神医立马逃跑，这名场面只有女孩能控制住，她又过上了左拥右抱的日子。几天后，陆大人捡到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令牌，而这块令牌正是女孩父亲连王所有。他们怀疑方会长要么是连王的人，要么是敌国细作。到了晚上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，谁知3杯酒下肚，三人就醉趴在桌上。而下一秒，方会长却睁开了眼睛，拿起剑砍向陆大人。不料陆大人突然醒来，终于露出尾巴了。随后又拿出一张纸条，上面是敌国皇上命令他刺杀陆大人。没曾想女孩也是装醉醒来。方先勋，果然就像尹将军说的那样，你什么样，一试便知。见事情败露，他也不再隐藏，直接让他叫自己林谢，这是在敌国的名字。顿时三人反目成仇，打了起来。好几个回合仍不分伯仲，他察觉到自己的手下来了，一个飞身出了院子，随后到了崖上。女孩表示自己已经把他当家人，对他太失望了。可方会长直接摊牌，说怎么也不可能成为一家人，因为女孩的父亲就是他杀的，而且接近女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她爱上自己，从而获取情报。女孩打死不信。我爹死的时候你才10几岁。对啊，谁会怀疑一个10几岁的孩子呢？他瞬间被仇恨蒙蔽，拔出剑直接刺向方会长。由于冲击力太大，方会长掉落悬崖。可当掉下悬崖的那一刻，女孩哭了起来。这一幕被躲在草丛的两拨人都看在了眼里。紧接着，方会长掉落水中后，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。他虽然没有杀了陆大人，但给了一张地图给手下去敌国交差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三人设计好的。1天前，方会长接到命令，要求他刺杀北国大将军，而陆大人也接到圣旨，要他除掉敌国细作。可他们早已把对方当成了朋友，事先在身上绑好腰带，再演一出戏给跟踪的人看，目的就是为了完成皇上的旨意，好救下方会长的命，才策划出这么一起假意刺杀、坠落悬崖的戏。随后两人也解开了误会。紧接着就是要见公婆了。由于之前的逃婚行为，怕公婆责怪，慌张的买着各种礼物。夫君看他慌乱的样子，温柔的安慰他父母都是很慈祥的人，就算有事自己也会替他扛着。在夫君的提示下，给母亲奉上一杯茶后立马改口，谢谢母亲。可父亲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，他端起一杯茶向父亲敬茶，紧张的他不小心将茶倒在了身上。好在母亲出来解围，很快母亲派人送来了许多东西，寓意早生贵子。女孩羞红了脸，正准备给大家撒狗粮时，没曾想床塌了下来。